刚和老公领完结婚证，婆婆就变了一副嘴脸，开始给我立起了规矩。为了不让老公难做，我一忍再忍地顺从起了婆婆的使唤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老公家的亲戚竟然也全都对我吆五喝六了起来。想着自己一个新媳妇，竟然被他们如此对待。再看着身旁唯唯诺诺、一言不发的老公，我终于忍不住掀翻了桌子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妈，我和小燕领完证回来了，我笑得一脸灿烂，在婆婆面前晃了晃手里拿着的结婚证。行，既然领完了结婚证，那你今后就是我们老周家的人了。婆婆的话让我心里有股奇怪的感觉。不等我回应什么，婆婆就又自顾自地又说了起来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虽然周燕的父亲过世得早，但是咱们老周家的规矩可不能忘。今天我就给您好好说道这新媳妇要守好的规矩。看着婆婆这一脸严肃的模样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我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，但看着她对我那步步紧逼的眼神，我知道她肯定是有什么话非说不可了。于是我沉默着，等待着婆婆接下来的话。见我不说话，婆婆当我已经默认了，于是她轻轻点了点头，然后才缓缓说道：这自古以来，男人是天，女人是地。女人要懂得包容男人，支持男人。所以当周家儿媳的第一点就是要拥有包容之心。今后你们过日子，你要包容周燕的各种缺点，支持她的所有决定，绝不能让她在外面下不来台。听着婆婆说的不知道是哪一个朝代的话，我感觉自己的大脑在此刻都彻底宕机了。但还不等我反应过来，婆婆又接着说了起来。这第二点吗？男人顶天立地，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应该让周燕做主。你们俩今后赚的工资也要全部都让周燕保管和计划。虽然婆婆的话让我心里很不舒服，但良好的教养还是让我忍耐着，继续听了起来。这第三点吗？也正是最后一点。今后你和周燕两个人过日子，不管是洗衣还是做饭，各种大大小小的家务你都要一一包揽。现在离家里的亲戚朋友们过来还有2个小时，新媳妇就是要有新媳妇的样子。你现在抓紧去厨房做菜，多做几样，荤素合理搭配。听婆婆说话的意思，家里一会儿是要来客人，而且她还让我一个人把大家的午餐准备出来。就算是我在迟钝，现在我也能看出来婆婆就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。可能是我沉默的时间有点久，突然婆婆的一声叫喊把我从思绪中拉回了现实。青青，妈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，
也没有什么再要嘱咐的了。你现在就抓紧去厨房做饭吧。婆婆一边对我说着话，一边顺势拉开了厨房的隔断。这副十分强硬的表现，就是在告诉我，今天势必要让我进厨房，好好的磨一磨我的锐气。虽然对此我不想妥协，但看了看坐在我身旁的周燕，她此刻正一脸纠结地看着我，眼神中带着想让我妥协的意味。我知道，如果和婆婆发生冲突矛盾，周燕夹在中间，肯定是最难做的那个人。想着今后的日子总归是我们小两口一起过的，只要我们俩觉得幸福，那别人也不能多管些什么。于是为了周燕，为了今后我们俩的幸福生活，我咬了咬牙，欣然同意了婆婆的要求，径直奔向了厨房。大概过了1个半小时后，在我将最后一道菜盛进盘子里的时候，敲门声也在这时适时响了起来。看着周燕的亲朋好友依次进来屋，而饭桌上却仍旧空空如也，我难免有些着急了起来。毕竟时间已经临近中午，趁着大家都还没上桌，我着急忙慌地把菜往桌上端。好不容易端完了菜，想到又要拿碗筷和酒杯，实在忙不过来的我，无奈之下向周燕使了个眼色，示意让她过来帮我。但还不等周燕接收到这个眼神，站在她旁边的亲戚就抢先向我走了过来。青青啊，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还是小燕的女朋友，今天就成老婆了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！大概过了几秒钟，我才认出来，说话的这人正是周燕的小姨。当初我和周燕刚大学毕业，几个关系好的朋友一起组织了一趟江南之旅。在送机的时候，我曾匆匆见过她一面，不过这都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她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但我也能感觉到，这并不是普通的寒暄。考虑到对方毕竟是长辈，于是我停下手里的活，笑着和他应和了起来。但还不等我说什么，周燕的小姨又开口说了起来：“青青啊，当了媳妇可就不比谈恋爱的时候，各种规矩和道理你都得懂。最重要的是你眼里得有活。你看大家这么多人等着吃饭呢，你现在却停下来和我聊天，这就是偷懒。你的首要任务是打理好家务事儿。”我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。我没想到他竟然毫不掩饰，都和我搞这一出，话里话外都是一副高高在上对我敲打的意味。一股委屈的感觉顿时从我胸口蔓延了出来。我下意识地抬头去寻找周燕的身影。毕竟人在受委屈的时候，都会想找到自己的依靠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面对我求助般的眼神，周燕竟然直接撇过了头，不再看我一眼。甚至就连周围的其他亲戚，也纷纷对我投向了责怪的眼神。
仿佛是在控诉我为什么慢慢悠悠地不抓紧摆桌。这股压抑的氛围让我产生了一股有些绝望的感觉。不过虽然自己备受煎熬，但我的心里却还是为周燕找起了借口。或许只是人多，她不好直接驳了长辈们的面子。或许这一桌饭菜是婆婆让我准备的，她也不好多说些什么。这样想着，我以最快的速度又整理好了自己的心情，然后认命的又做起了手上的活，只想着等饭局结束之后，我就可以和周燕逃离这个地方，回到我们自己的家过甜蜜的二人世界了。现在的我还在畅想着美好的未来，还不知道接下来等着我的将会是什么。就这样，在大家的注视下，我有些僵硬地摆完了桌。见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，大家也纷纷入座，开始了今天的午餐。本以为一切都会顺利进行，但没想到问题却也在这时候出现了。只看周燕的大姑夹了一块白灼菜心放到了嘴里，刚嚼了2口，就毫不客气地全都吐了出来。我被眼前的这一幕弄得有些发懵。虽然我的厨艺算不上绝好，但做一些家常菜也是完全够格的了。于是我赶紧拿起筷子，也夹了一口放进嘴里。调味料没有放错，吃起来味道也完全正常。周燕的大姑狠狠地将漱口水吐到了垃圾桶后，然后才看着我缓缓说道：“青青啊，你这道菜做的实在是太差了。这越是简单的菜，越是能考验一个人的功力。你这料水调得不好，火候掌握的也不好，今后还是得勤加练习，要不怎么能当得好一个贤妻良母？”大姑滔滔不绝的话，很快就引来周围一众人多认可。只看他们纷纷指着自己面前的菜，开始对我挑起了他们的毛病，不是太咸了，就是太淡了，甚至有些菜有点凉了，也要拿出来说一说。他们的这番举动，无疑是让我感觉自己在参加批斗大会。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一桌菜，不被夸奖不说，还被他们嫌弃成这样。我想，不管换成谁，心里都会不好受吧。虽然我不是什么富家子弟，但作为独生女的，我也一直都被父母当作是掌上明珠一般疼爱着。别说是让我一个人全权包揽这些家务活了，就连父母的指责我都没有受过。所以如今这样的场景，我又怎么能忍受？于是我直接看向了周燕，希望她能帮我说2句话，或者是维护我几句。但她只是无奈地看了看我，然后伸出手在桌子下面挠了挠我的手心。这个动作的意思我自然明白。相恋多年的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设了只有我们2个人才懂的暗号。我知道周燕是想让我再忍耐一下，看着她带着略微恳求的模样，我的心终究是软了下来。不过我不发作，并不是代表我没有脾气。于是我开始安静地吃着饭，对于他们的话秉持着不理会。
不回应的态度。许是一直没听到我说话的原因，叽叽喳喳的声音终于停了下来。见我面色淡然地吃着饭，他们也不好意思再说些什么了。于是饭桌陷入了一片寂静。就在我觉得这下子终于可以舒舒服服把饭吃完的时候，婆婆却突然夹起了一块虾仁放到了我的碗里。青青啊，今天准备这么一大桌子菜也是累着你了，吃块虾仁好好的补一补身子。看着碗里的那块虾仁，我的手不由得紧紧握成了一个拳头。我对海鲜过敏的这件事情，婆婆不是不知道。她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么做，无非就是想挫一挫我的锐气。别的事情我都可以一忍再忍，但关乎到自己身体健康，不论是看在谁的面子上，我都没有办法再忍下去了。妈，我对海鲜过敏，吃不了虾。谢谢您的好意，这虾就让周燕替我吃了吧。说完，我就将虾又夹到了周燕的碗里。青青，什么过敏不过敏的呀？这都是拿来骗你们这些年轻人的。虾补钙，蛋白质多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儿。我看你就是吃的太少，所以一补充营养就成了过敏。你听话，快点吃了，多吃点，以后就再没有过敏这种事儿了。说完，婆婆就又夹了一块虾仁放到了我的碗里。她的这番歪理简直是要把我气笑了。正当我想反驳她的时候，却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，我直接抬头看向了周燕。是的，我也想借着这件事情看一看她的态度。毕竟之前那些事情，我都为了她一忍再忍，而这关乎到我身体的问题，我自然说希望周燕可以挺身而出，挡到我身前。看着周燕这副犹犹豫豫，刚张开嘴又立马闭上的模样，我觉得自己的心凉了半截。正当我想再逼一逼她的时候，婆婆却在这时候也转头望向了周燕。小燕，快把你碗里的虾仁夹给青青，别和你老婆抢东西吃。婆婆的话看似是在责怪周燕，但其实也是在间接地让周燕表态，看她到底会向着谁。我本以为面对那种原则性的问题，周燕肯定会好好的和婆婆说个清楚，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她却突然看着我道：青青，妈说的话其实有一定道理，她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就给吃了吧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算是彻底凉了。就算是婆婆不懂这些事儿，可周燕作为一个大学生，难道还不明白过敏严重会导致什么吗？况且，有一年我们俩去旅游的时候，我因为误食了一口海鲜，导致全身红肿发痒，甚至还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现象。还记得当时我被紧急送往医院后，医生告诉我，如果再晚来一会儿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直到出院的时候，
还再三叮嘱我今后一定要注意饮食。那时的周燕就陪在我身边，她不是不知道这个后果有多严重，如今她大言不惭地说出这样的话，不仅是让我觉得她漠视了我们的感情，甚至连我的生命她都不当回事儿。周燕刚把这话说完，她身边的亲戚朋友也纷纷附和了起来。是啊，青青，小姑娘别这么娇气，该吃就得吃，你这样挑食对身体不好。咱们家就没有浪费粮食这种事儿。快点听话，赶紧吃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的是，想当初我们还吃不上这么好的东西呢。听着他们看热闹，不嫌事大。你一言我一语的让我赶紧吃，最后甚至还因为一口虾上升了高度。我心里不免觉得可笑。正当我想回怼他们的时候，周燕又在这时候表起了态。是啊，青青，你看大家都这么说，你就吃了吧，说不定多吃几次你就有抗体了，再也不会过敏了。周燕的话无疑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再也忍受不了自己的情绪，噌的一下站起了身，一把掀翻了桌子，桌子倒地的巨大声响，以及零零落落碗、盘、杯子的碎裂声音，不断地传入我们每一个人的耳畔。看着他们一个个被吓着的样子，我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冷笑。周燕，我嫁给你，不是来你家受气的，是希望和你一起好好过日子。我们两个人互相扶持，互相理解，互相尊重，不是让你像现在这样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践踏我的底线和尊严。说完，我又转头看向了其他人。既然你们这么不尊重我，那我和你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会和周燕尽快离婚。算我眼瞎了，现在才看出你们一家人的真面目。说完这最后一句话，我就拿好自己的东西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等我回到家后，父母看着只有我一个人回来了，眼神中难免有些不解，不由得低声询问我道：青青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呀？小燕怎么没跟着你一起来呀？尽管我已经尽力地克制了自己的情绪，但是在听到父母关切的话语时，我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。不过我情绪的转变却还是没有瞒得住父母的眼睛。青青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和爸爸妈妈说，我们替你出头。是不是周燕那个小子欺负你了？在父亲说完这句话后，我的情绪终于再也控制不住，眼泪如决堤般疯狂涌出。在逐渐平复好自己的情绪后，我这才缓缓地将事情的始末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母。其实在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心里难免觉得有些忐忑。毕竟如今我和周燕闹到如此地步，我很怕父母会责怪我，为什么当初不听他们的话，偏要一意孤行地选择他。
但在我说出要和周燕离婚的想法后，我想象中的所有狂风暴雨都并没有出现。相反，还是母亲将我紧紧地揽在怀中，一遍一遍地说我做的这个决定是对的，让我不要再为这种人渣伤心难过。父亲也是十分气愤地道：“咱们家的宝贝女儿，怎么到他们家就受委屈了？放心吧，青青，这口气我一定替你找回来，不能让你的委屈白受。”听着父母的话，这一刻我只觉得心里十分的温暖。这也让我突然明白了，原来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。原来只有在他们面前，我才可以做回那个可以哭可以闹的小女孩。做完这所有的准备后，我就直接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。不过离婚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顺利。从接到法院的传票之后，周燕连同她的一家就三番五次地来到我家门口，又是向我赔礼道歉，又是劝我不要离婚。但经过那次事情，我早已看透了他们一家人的本质，尤其是周燕，她是一个十足的妈宝。只不过在恋爱的这几年里，她隐藏的实在太好，以至于我到现在才发现，和她这样的人在一起，是注定不会过上安稳的日子的。明白了这一点后，对于他们一家人，我也是采取不理睬的态度。后来时间久了，再加上法院已经开庭了，自知无法挽回的周燕，只得签下了离婚协议书。由于我和周燕两个人并没结婚多久，甚至都还没共同生活在一起，所以自然也没有什么财产分割的问题。于是就这样桥归桥路归路的按流程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在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后，我去民政局顺利地拿到了离婚证。正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周燕却一下子叫住了我：“青青，我能再跟你说几句话吗？”其实我本来不想再搭理她什么，但她那一脸憔悴，胡子拉碴的样子着实引来我的兴致。于是我停下自己的脚步，转头看向了周燕：“还有什么事儿吗？”其实我的声音中带着淡淡的戏谑意味，只不过周燕好像并没有发现这一点。在看到我驻足停留后，她一脸惊喜地飞奔来到了我面前：“青青，你还能再给我一次追求你的机会吗？这次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今后我再也不会这样了。没有你的这些日子，我过得很不好。”听着周燕的话，我的嘴角不免勾起一抹嘲讽的笑。紧接着，我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周燕的脸：“周燕，你现在真是撒谎都不打草稿了。你这哪里是后悔失去了我？你只是怕自己曾经的那几年青春打了水漂。你只是怕再找不到像我这样愿意为你付出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其实今天你对我说的这些话，都是你妈吴桂芳教你说的吧？”看着周燕此刻瞪大了双眼，一副彻底被我看透了的模样，
而我的眼神却直接透过了周燕，紧紧地盯着躲在柱子后面的吴桂芳。别看你活了这么大岁数，但是如今你的火候还不够，竟然被我这么一个小丫头一眼看穿了。你再回去好好练练吧。彻底戳穿了他们母子俩后，我才带着一脸笑意，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开了。直到坐到出租车上，回想到周燕那呆若木鸡的表情，和吴桂芳被我气得浑身发抖的样子，我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了起来。其实在前段日子周燕三番五次来挽回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对她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甚至还直接拿着我的洗脚水泼到了她身上。按理说，我都做到了这种程度，就算周燕再没脸没皮，恐怕也不会再纠缠下去了吧。所以今天在听到周燕说的这番话后，我心里就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尤其是在想到她妈宝这个特征后，我难免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吴桂芳指使的。所以在我的余光瞟向身后的那个柱子后，这一切都已经了然。其实我本想着，顺利离婚之后，这事儿就算了结了，我也懒得再和他们家的人掰扯些什么了。只不过，既然他们家的人士到如今都还想拖我下水，那可就怪不得我了。不由得，一个想法也随之出现在了我的脑海当中。于是，在回到家后，我立马就打开了那天在周燕家的录音。其实在吴桂芳要给我说几条规矩的时候，我本以为是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儿，怕自己一时记不住，于是就按下了录音。谁成想，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录下了整个过程。更没有想到，如今这则录音竟然会派上大用场。很快，我就剪辑好了这条录音，然后大概又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将和周燕离婚的前因后果写了出来。整理好这所有的资料之后，我立刻马不停蹄地将它们全都发布到了网上，顺便还投了1000块钱的流量。如今已是互联网的时代，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肯定会受到广大网友们的关注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才发布了仅仅半天的时间，这件事情的热度就不断攀升。目前为止，已经有了100多万的浏览量，10几万的点赞量和几万条的评论。虽然我的心里有着隐隐的惊叹，但更多的却还是满意的情绪。看着评论区中有人曾遇到过相似的事情，有人一直在指责周燕一家，我忍不住露出了一个计划成功的笑容。没几天，因为这件事情的热度实在太高，所以周燕一家的身份信息也随之被扒了出来。网络的力量是巨大的，我们身边的很多熟人也都发现周燕就是这件事情的主人公。在这座本就不大的小镇上，这件事情吸引到了很多人的关注。不只是周燕和吴桂芳的名声毁了，
就连那天来的那些亲戚，也同样受到了大家的指指点点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我自然是连连拍手叫绝。毕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、说的每一句话，付出相应的代价。而且经此一事之后，想必周燕的亲戚为了能洗白自己，一定会和周燕母子划清界限，不再和他们来往。毕竟人性就是这样，趋利避害是每一个人的本能。如今他们因为周燕母子落得个颜面尽失的地步，只怕现在心里面已经恨极了他们二人，不找他们的麻烦就不错了，更别提再继续联系什么了。看着已经沦为众矢之的的周燕母子，我心里有掩饰不住的痛快。这下子，我心里面的那股火气可算是被彻底发出去了，心中的郁结顿时被一扫而空。现在有的只是无尽的轻松。只是就在我以为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结束了的时候，却不想周燕竟然气冲冲地来到了我家门口，句句话里带着威胁，一副想要和我算账的模样。只不过这天我并没有在家，是我爸给周燕开的门。在街坊邻居的描述中，我得知，在门被打开的那一瞬间，我爸看见是周燕的脸，没有丝毫留情的就教训了她一番。其实自这些事情发生后，我爸就一直很想找周燕算账，但奈何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正巧这天，他竟然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，那可就怪不得别人了。据说，我爸最后像拎鸡崽子一般，就将周燕带到了小区楼下，所以很快就引来了周围邻里邻居的围观。由于我和周燕这件事情闹得并不算小，所以邻居们对此也是略有耳闻。他们在见到周燕本人后，难免开始为我打起了抱不平。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很快就将周燕说得无地自容了起来，最后连滚带爬地离开了我家的小区。只不过事情到这还远远没有结束。紧接着，我爸又拨通了报警电话，将周燕来威胁我的事情告诉了警察。收到报警后，警察立马以最快的速度出警控制了周燕，勒令他不许再来骚扰我，并且还严重地警告了他，如果他还敢威胁骚扰我，那么他面临的将是什么样严重的后果。最后，周燕以喜提了15日的拘留，并且被罚款了5000块钱，结束了这场闹剧。在得知这一结果后，我一边对身旁的老爸竖起了一个大拇哥，一边抱着奶茶捧腹大笑了起来。经过这一遭后，我相信周燕再也不敢来骚扰我了。恐怕若是哪一天我们俩在路边偶遇，周燕可能都会吓得立马夹起尾巴逃走，生怕我会看见她。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落幕了，我的生活再次回到了往昔般的平静。不过值得让人高兴的是，在公司新一轮的提拔升职中，我牢牢地把握住了机会，
现在已经当上了公司的部门主管。至于周燕呢？其实在那之后，我并没有特意去打探过她的情况。只不过我们生活的小城并不大，大家的圈子也都有共同交汇的地方，所以我还是从大家的风言风语中对她的近况有了一些了解。因为和我离婚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再加上还有他们家那几个亲戚添油加醋地对外说了周燕母子的虚伪，所以他们的名声很快就臭了。不仅没有人愿意再和他们这样的人来往，甚至在看到他们的时候，大家都难免在背后指指点点起来。没过多久，周燕就彻底失去了她的大好前程，直接被公司边缘化了起来，成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路人甲。这下子，名声和前途这两样在社会上最重要的东西，周燕都已经失去了。我知道，她算是彻底没有翻身之日了。在朋友的描述中，我得知，尽管吴桂芳已经低三下四地求媒人为自己儿子再说门亲事儿，但是在听到这个人是周燕后，每一个姑娘都纷纷摇头拒绝。别说是相亲了，就是连和他们母子说句话都万般的不情愿。我深知，别说是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，就算是今后想随便找个人结婚，周燕恐怕都找不到了。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知道这些事情后，又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嫁进这样的家庭呢？尽管吴桂芳现在整天因为这事儿急得直哭，但也已经于事无补了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只是这世界上并没有后悔药可卖，任何事情也不能重头来过。如今他们所遭受的种种一切，也只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罢了。毕竟自己做下的孽，只能自己去承受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